当音乐的频率与宇宙的脉搏悄然重叠，我们往往会在某个瞬间意识到，原来声音不仅仅是听觉的产物，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。原来是这样的出现，就像一扇被轻轻推开的门，把我们带进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科技不再冰冷，艺术也不再抽象，它们彼此交融，形成一种非常微妙却又真实存在的共振。说实话，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不断进化的时代，我们已经习惯讨论效率、算法、数据，但当一首歌把这些元素重新包装成温柔而有温度的表达时，那种反差会让人产生一种久违的惊喜。我个人在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时，就有一种很直观的感受，它不像是在展示技术，更像是在讲一个关于世界的故事。说到这首歌的灵魂人物，自然绕不开周深。他在华语乐坛一直被冠以天籁之音的称号，但如果细细去听，你会发现真正打动人的并不仅仅是音色本身，而是他对声音的控制力和情绪的理解能力。在原来是这样中，他明显选择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路径。没有刻意去追求宏大叙事，也没有沉溺于情感的堆叠，而是用一种更轻盈、更灵动的方式去表达内容。那种略带童趣的语气，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，甚至会在某些段落中露出微笑。我个人特别喜欢他在副歌部分的处理，那种仿佛轻轻跳跃的声音质感，很像小时候翻开新书时的那种期待感。这种细节真的很难复制。从歌曲名称来看，原来是这样，本身就带有一种语言层面的巧思。原迹指向品牌，也隐含着起点本源的意味。这种双关其实为整首歌奠定了一种很有层次的语境，它既可以被当作一首轻松的流行曲来听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次关于世界从何而来的温柔提问。旋律一响起，就带着一种清晨般的清新感，那种节奏不急不缓，却足够抓耳。我在听的时候，会有一种被慢慢带进去的感觉，好像不是我在听歌，而是歌在引导我进入一个新的叙事空间。歌词的构建更是这首歌的核心亮点之一。它并没有停留在常见的爱情或情绪表达上，而是把视角延展到了更宏观的维度，比如人类起源、生物进化等。这些内容如果用传统方式呈现，很容易变得枯燥甚至晦涩，但这首歌却用一种非常轻松甚至略带幽默的方式讲述出来。听着听着，你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了一些原本很远的概念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表达方式其实非常高级，因为它没有强迫你接受知识，而是让你在享受音乐的过程中自然吸收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歌词中还融入了作业这个概念，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接地气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作业往往代表压力，但在这首歌里，它却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，一种记录灵感的工具。这种视角的转变，说实话是有点打动人的。它像是在轻轻提醒你，学习本身并不是负担，而是一次次接近未知的机会。我在听到这部分时，甚至会有一点点被安慰到的感觉，好像有人在告诉你，其实你一直走的这条路也可以很有趣。从整体来看，这首歌其实完成了一次科学与人文的融合。它既包含理性的知识结构，也保留了感性的表达空间，两者并没有冲突，反而形成了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。这种跨界的创作思路，在当下的音乐环境中并不多见。很多作品要么过于娱乐化，要么过于严肃，而这首歌恰好找到了一个平衡点。我个人认为，这种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创作能力的体现，也是一种对听众的尊重。在视觉呈现方面，这首歌的 MV 同样值得一提。采用 AI 技术辅助生成画面，让整个作品在视觉层面也具备了强烈的未来感。那些场景看起来既梦幻又具有逻辑，好像真的是由某种智能系统根据音乐自动生成的。角色可可和米子的设定，也让整个故事更具参与感。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，而像是跟着他们一起旅行。我在观看时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好像现实和虚拟的边界正在被慢慢模糊，而这种体验其实正是当下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可能。作为主题曲，这首歌还承担着品牌走向国际的功能。推出中英文双语版本，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信号，它不仅面向国内听众，也希望被更多人听见。音乐本身没有语言障碍，但理解歌词可以让体验更完整。周深的声音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情感穿透力，再加上内容本身的新颖性，很容易引起海外听众的兴趣。我一直觉得，真正成功的文化传播是让别人主动靠近，而不是被动接受，而这首歌显然具备这样的潜力。从节奏设计来看，这首歌明显具有互动属性，它的旋律轻快，很容易让人跟着哼唱，甚至会激发创作冲动。这一点其实和歌词灵感挑战这个主题高度契合。
音乐在这里不只是结果，更是一个起点。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开放式的作品，它不会给出一个固定答案，而是鼓励你去延伸，去表达自己的理解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受是这首歌带来的治愈感，但这种治愈并不是通过悲伤共鸣实现的，而是通过快乐传递完成的。那种轻盈、明亮的情绪，很容易让人暂时放下焦虑。在当下这种节奏很快的生活环境里，这样的作品其实非常珍贵。我在反复听的时候，会明显感觉到情绪被调节，这种体验其实挺难得的。从创作逻辑来看，这首歌也反映了一个趋势，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创作的辅助工具，而不是替代者。真正决定作品价值的，依然是人类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。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它展示了人家技术可以达到的高度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协作关系才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方向。再从结构上分析，这首歌在编曲上也下了不少功夫，电子音色与传统元素的结合，让整体听感既现代又不失温度。节奏的推进也很有层次，从相对平缓的开头，到逐渐展开的段落，再到副歌的情绪释放，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。我在多次聆听之后，会越来越注意到这些细节，比如某一段背景音的变化，或者某一句旋律的微妙调整。这种越听越有东西的感觉，是好作品的重要标志。从教育角度来看，这首歌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。它证明了知识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被重新表达，甚至变得有趣。如果未来有更多类似的作品进入学习场景，我相信会对传统教育模式产生一定影响。毕竟，比起被动接受，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有体验感的内容。从文化传播层面来说，这首歌的意义也不只是音乐本身。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，一种更开放、更融合的创作态度。周深的参与，让这首歌在传播上具备了更强的影响力，而中英文版本的推出，也进一步拓宽了它的受众范围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自然输出的方式，比任何刻意的宣传都更有效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艺术与技术的边界在哪里？或许这首歌已经给出了某种答案。它没有试图划清界限，而是选择让两者共存。科技提供工具，艺术提供灵魂，而真正的价值来自他们之间的互动。最后想说的是，原来是这样带给我们的，不只是一次听觉体验，更是一种思考方式。它提醒我们，在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时，可以保持好奇，也可以保持温柔。音乐没有直接给出答案，但它让我们愿意继续提问。或许很多年后，当人们再次想起这首歌时，会记得的不只是旋律，还有那种被唤醒的感觉，对世界的好奇，对未知的渴望，以及对创造本身的热爱。而这，恰恰就是一首好作品最持久的力量。